当剿灭了这些地兽之后，还来不及歇息，只见得整条大河倒卷而起，一条巨大的淡黄色水龙若隐若现，其中所弥漫出来的那种浩瀚祖气，引得这方天地的元气都是在剧烈的翻滚起来。这就是高级祖气之脉所蕴含的祖气吗？灵动的眼睛望着那巨大的淡黄色水龙，其中所蕴含的祖气远超他们此前所遇见过的任何一道祖气之脉，不愧是高级祖气。大家准备。随着灵动的一声令下，一座祭坛直接是迅速的矗立起来，刚好是立于那大河的正前方。而祭坛之下，约莫数百人的五行天人马已是盘坐，而另外诸多人马则是散布四周的警戒，等待着时间轮换。而见到如此的画面，万祖玉一人马也是摇了摇头。不过他们也有着一道高级祖气之脉，一直没有时间去吸收炼化。见到五行天一人马开始吸收高级祖气，李光带着万祖玉一众人离开了此处，准备找一处安全的隐秘地方，将高级祖气之脉彻底的吸收炼化，来提升他们万祖玉的整体实力。按照李光的预测，数百人吸收这一道高级祖气之脉后，能够持平血海域甚至执彼此萧域队伍的综合实力。带着万祖玉一人马离开大峡谷之后，这一次吸收高级祖气之脉，必然是会给五行天带来更大的好处。现在并没有人对此有任何的不满，毕竟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如果不是灵动的话，他们五行天未必得到高级祖气之脉。虽然灵动拥有5成的高级祖气之脉，五行天一众人共也拥有着高级祖气之脉的5成。说句实在话，五行天的一众人都算是占了灵动的光，所以就算灵动分配给他们1成，他们也无话可说，实力为尊。而此时灵动的身影也是自祭坛前落下，盘膝而坐，望着那自大河中升腾而起的淡黄色水龙，双手结印。随着灵动印法的结成，身后的祭坛顿时爆发出一股奇特的吸力。下一刻，淡黄色的水龙腾空而起，化为漫天的水滴，宛如暴雨般的对着祭坛所在的方向倾泻而下。这些水滴并非是河水所化，而是由高级祖气所凝聚而成的水滴。祖气水滴扑打在灵动的身上，带来了一种极度冰凉的感觉。但灵动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一股股无比精纯的祖气源源不断地涌入其体内。比起终极祖气之脉相比，这一道高级祖气之脉显然是更为的精纯与古老。随着精纯古老的祖气涌入体内后，最后汇入丹田之内，只见得其内的元气不断地越来越浓郁，越来越强大起来。其中所蕴含的元气底蕴，更是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迅速地攀升而起。感受着那种精进的速度，灵动内心深处也是一脸震惊。不过微微震惊之后，便是泛起一脸笑意。真不愧是高级祖气之脉，这所带来的力量提升，远远的胜过了终极祖气之脉。灵动的心中不由得升起浓浓的期待之感。他倒是很想知道，高级祖气之脉吸收完后，究竟能够给他带来多大的提升。然而这一次的高级祖气之脉，足足持续了10天的时间。这10日里，各位人马轮换了数次，唯有灵动则是纹丝未动，将那精纯古老的祖气从头到尾的吸收透彻。这也是作为一支强大队伍领头人的独有福利。毕竟灵动在战斗中面对了最强的敌人，自然也有权利享受最好的待遇，这一点无人可质疑，无人可反驳。而待得第10日的夕阳落下后，五行天的一些人马都是从修炼状态中陆陆续续的退了出来。他们望着渐渐枯竭的奔涌大河，并且大河深处出现了诸多巨大的裂痕，直通得底深处，河水便是从此处而散。很快，所有人都退出看修炼状态，都是第一时间查探自身的元气强大程度。紧接着便是有着无数欢呼的激动之声，此起彼伏的响了起来。显然此次五行天的数百位人马都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金理英同样也是感应到自身的元气变化后，那脸颊上也是有着微微动容之色浮现，说道：我的元气底蕴竟然达到了半步最强主宰中期，哈哈哈，真是太给力了。此前他的实力还只是最强主宰初期大圆满，然而吸收了高级祖气的部分精纯古老祖气后，竟然直接在数10日的时间里突破到了半步最强主宰中期的层次。这一道高级祖气之脉，着实有些恐怖啊。现在的金理英若是在施展出强大攻势的话，那所爆发出来的战斗力都可以感觉出一招击败最强主宰初期大圆满的对手。面对着这般恐怖速度的提升，就算是以金理英那沉稳的性格，在此时都是有些笑逐颜开起来。不仅金理英获得了如此境界的提升，五行天的其他人马也得到了很明显的实力提升。整个五行天的所有众人开始表达对灵动这位领头人的感谢。在众人纷纷退出修炼状态之后，唯有灵动一人还在盘坐其中。不过下一刻，灵动的身躯直接冲天起，跃到了众人的面前，一道可怕的爆破之声自的底深处响彻起来，将众多的目光都是吸引了过来。金理英的目光紧紧盯着灵动，他感觉到此时灵动似乎给他的感觉更为的锐利几分，当即也是忍不住的问道：灵动兄，你的元气底蕴提升了多少？灵动看了金理英一眼，又瞧瞧五行天一众人马，竟然都得到了如此明显的提升效果，看来这高级祖气之脉果然恐怖。不过灵动低声的回答道：也不多，从最强主宰后期初阶突破到了中阶。如果灵动吸收了10成高级祖气之脉的话，那么就能够突破至最强主宰后期的高阶层次也说不定。虽然金理英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深吸了一口气，吃惊道：灵动兄还是一如既往的变态啊。要知道越往后的境界则是需要更多的元气吸收以及非常久的时间，才能从最强主宰后期初阶突破至中阶。然而现在的灵动竟然在吸收了5成高级祖气之脉后顺利成功的突破，可想而知其天赋比他们五行天的任何一人都要强大。现在的灵动又是得到实力上的提升，比起数10日前更加的强大了，这几乎是天翻地覆般的快速晋升实力境界。当大峡谷中的高级祖气之脉被五行天吸收完毕后的数日时间，灵动并未急着率领五行天的队伍赶回，而是
选择了与万祖玉的人马合作，而万祖玉在这段时间中也顺利的将自身拥有的高级祖气之脉所吸收了。如今万祖玉的整体实力也是有着巨大的提升，因为接下来的战斗将会越来越激烈，遇到的队伍都是天元界1等1的顶尖势力了。毕竟在此前的一段时间之中，灵动与雷族的战斗也不是绝对的碾压的，同样让灵动也施展出了自己的新招式和强大的底牌，才重创了雷牙。所以接下来将会遇到更强大的对手，就算是灵动自己也没有100%的把握去战胜接下来所面对的最强顶尖对手。而如今有了与万祖玉的联手，增加的自身的综合实力，就算对面那些最强顶尖势力，也有着对抗的资本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由灵动率领的五行天和李光率领的万祖玉开始往古元天的深处前往，在途中也遇到了一些祖气之脉，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低级祖气之脉，这种质量跟此前的高级祖气之脉完全没办法可比性。不过并没有人会嫌弃，依旧是乐此不疲的开采者探索这些祖气之脉的存在。毕竟高级祖气之脉皆是可遇不可求，而类似这般低级中级的祖气之脉却是能够积少成多，累积起来的话倒是不比高级祖气之脉差多少。在这古元天里，每一道的祖气都是无比珍惜的物质本源，就算是放在天元界最强的混元天中，无论用多少主气丹都换取不来的一种稀有机缘。这一点从各大诸天之人进入古元天，经过短短数月的时间，实力相较以往便是有了极大提升。在古元界的一座大山深处，巍峨的山体被破开，有者滚滚的祖气席卷而出，有者数百位人马身上有者统一势力的穿着，其中一道气度不凡的男子立于高处，他随意的吸收着那些涌来的祖气，倒是并没有太过的认真，或许是见识过高级祖气之脉后，眼界开阔了，虽说不至于看不上这些低级祖气之脉，但心态总归是提高了一些。这支队伍便是混元天排名第2的武神玉，而那位立于高处的年轻男子正是武神玉的领头人武费。而在祭坛的前方，武神玉的数百号人马盘坐，贪婪地吞吐着这里的祖气。这是我们探测出来的最后一道祖气之脉了。此时，一位中年男子来到武神玉的1号人物武费的身旁，说道。武费点了点头，说道：“最近可有隐士5大强族那些队伍的消息吗？”中年男子摇了摇头，有些疑惑的道：“在最开始的时候，还能够在很远的地方发现一些那些隐士强族的踪迹，可最近却是半点影子都没有了，仿佛他们都是消失了一般。但是唯有暗天族还有最近有一些动静。哦，其他隐士势力全部都消失了。此前有消息放出，风族、寒族和沙族被击败后，队伍诡异的消失不见。古元天中肯定有着可怕的东西，不然以他们的实力，肯定不会发生如此的情况。”武费心中已然有一些猜测。那雷族呢？武费继续沉声道：“雷族此前在大峡谷发现一道高级祖气之脉，引诱了万祖玉队伍进入此地，同时激发战斗，引出高级祖气之脉，最后还想要将万祖玉的众人肉体炼化成雷丹。不过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五行天队伍出现，救下了万祖玉一众队伍。五行天这支队伍能够击败堪比我们武神玉一样强大的隐士势力。”闻言，武费有些不可思议起来。我记得如今的五行天能够击败雷族，好像他们的领头人不是金理英，而是来自下等级世界之人，那个人的名字叫林动。此话一出，直接让的武费的身躯都是微微一颤。林动难道就是那个此前与由王熙带回来的那3人？正是他们3人。如今他们3人在古元天，据消息传出，那叫萧炎的如今是苍玄天的领头人，林动是五行天的领头人，而那叫沐尘的乃是万寿天的领头人。中年男子想起之前得到的消息，说道：“看来他们都是选择了各大诸天中的一队伍，让自己成为这些队伍中的领头人。这样子的话，更能够获得各大诸天对其的好感，而且他们的实本就非常强大。他们选择了都是整体实力弱于混元天的队伍，他们3人不仅实力强大，似乎也都是相当的聪明。”武费可以说是仅次于天渊域的李颖和暗天族暗令的存在。如此强大的武费，基本很少夸赞别人。如今能够从他的口中说出萧炎、林动、沐尘3人的强大之处，说明他们3人有着异于常人的地方。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中男男子继续问道。武费微微沉吟，看向了武神域的众人。虽然我们武神域的实力强大，属于诸天的顶尖层次，但是这次的古元天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更强的可怕存在，不然那些隐士的各大强族，就算被击败了，不可能会放弃这次古元天的机会离开这里。你的意思是？中年男子有些疑惑地望着武费。恐怕他们都遭到了一直隐藏在古元天深处的强大势力手中，至于是什么势力，目前还不清楚，只能说这个一直隐藏深处的势力所蕴含的底蕴，不是我们能够对抗的。武神域经过这数月以来的对战，也损失了不少的弟子，但是他们也获得了诸多的祖气奇宝，使得自身的实力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但是这一次古元天中似乎非常的不简单，武神域为了安全考虑，已经没有太大的野心，只要能够坚持到最后，如果能够得到一道祖气主脉，那他们的任务也就算是圆满的完成了。武费苦笑了一声，如今看来，光是这个没太大野心的要求，恐怕也都不一定能够去实现完成。就算是武神域这等混元天排名第2的顶尖存在，以如今的实力，只要一遇见暗天族以及一直隐藏在深处的那道可怕势力，说不得就会直接全军覆没也不一定了。而一旁的中年男子迟疑了一下，
这件事情的确非常的棘手，要不我们加入苍玄天和五行天或者是万寿天这些队伍进行联合。按照目前的这3支队伍来看，可以说能够堪比天渊域和暗天族等排名第1的顶尖势力了。如果联合其中一支队伍，或许我们武神域就能够坚持到最后，说不定还能获得祖气主脉。虽说我们的战斗力属于顶尖存在，到时候却可以配合他们这些队伍执行一些难度较高的探索任务，只要到时候能够获得一道祖气主脉便可。武费闻言也是一笑，说道：看来只能是如此了，不然的话，我们武神域还真的无法坚持到最后了，因为古元天中的强者实在太多了。虽然武神域在天元界中排名第2的顶尖势力，他们若是有者心有傲气，要单独出去的话，恐怕会被那些更强大的顶尖势力所击杀。如今放下一些面子，与其他队伍联手，或许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毕竟如今的苍玄天、五行天、万寿天的领头人皆是非常强大的存在，若是放在混元天的话，他们这些队伍已经是有者资格与混元天的天渊域一样强大了。所以加入这些队伍之中，到时候也能够再次增强他们的一些实力。至于到时候分成的一些好处，倒也不是太大的问题。武费身后的武神域一众人对此也是表示十分的支持，如果加入其中，将会让整体的实力提升起来。行，那就这样决定了。接下来我们先去往古元天的深处地狱探查一下。武费说道。然后正当武神域的众人准备前往古元天深处的时候，数十道黑影出现在武神域队伍的面前。见到突如其来的变化，武费的神色突然一变，因为眼前突然出现的数十道黑影散发出极为诡异的强大气息，就连武费自己都是有着一股被压制住的感觉。你们是谁？看到数十道黑影，武神域的中年男子上前一步低沉道，他的实力已经达到最强主宰巅峰中阶，即便如此，他也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压迫感。武神域的强者们想去哪里？要不要成为我们的亡魂啊？数十道的黑影正前方有着一道为首的黑影，此黑影的气息更是无比的强大，甚至已经达到了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的层次。这种实力已经堪比天渊域的李隐与暗天族的暗令，都是属于天元界准神境之下的最强顶尖存在。所以就算是武神域的武费在其面前都是变得力不从心，对方的实力逃过强大了。除了为首的那位黑影是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的层次，其中4道黑影所散发出的气息都有着最强主宰巅峰高阶的层次，剩余的5道黑影则是最强主宰巅峰中阶的实力。这样的强大阵容，就算是天渊域和暗天族都无法比拟的存在。这突然出现的队伍究竟是何方神圣的势力？你们是何人？此次围剿我们武神域想要做什么？武费作为武神域的领头人，自然要保护他们的弟子，就算对方来者不善，也要保护好他们这支队伍之人。我们是何人？当然是来杀你们的人。此时为首的那道黑影出声道，声音有些苍老，似乎这道黑影之下是一位老者。哼，杀我们？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是武神域的人吗？你们真的有实力击杀我们？武费的声音开始变得极为的低沉，虽然他这么说着，但是心中已然没有胜利的希望。这些黑影之下的人似乎非常的强大可怕，就算是他对面其中的任何一人，也只能是战平。因为武费的实力同样是达到了最强主宰巅峰高阶的层次，所以双方的实力底蕴相比较下，武神域没有任何的胜利机会。真是一群嘴硬的诸天生灵，不过很快你们就无法这样嘴硬了。刚刚我已经说了，你们将会成为我们的亡魂。为首的黑影话音落下，也不再与之多说废话，直接爆发出极为可怕的气息，牢牢地锁定了武神域的领头人武费。而武费的眼瞳急剧地收缩起来，他也没有想到为首的黑影之人竟然直接锁定了他的气息。看来这些来者不善的黑影之人下手极为的果断狠辣。在为首黑影之人开始发起进攻后，身后的9道黑影也同样爆发出惊人的气息，直接锁动武神域的数百人。每一个黑影的嘴上发出桀桀的诡异笑声。最后9道黑影直接冲入了武神域的人群之中，一场大战即将爆发。随着双方开始激烈的战斗，这片区域的整个空间上散发出可怕的元气波动，空间都是阵阵欲裂。武费见状，双方已经开始了战斗，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股坚毅之色。既然已经开战，那么自己也无需与对方多说什么，毕竟这些黑影之人不是什么善类。不管你们是什么人，最近古元天之中各大诸天势力队伍以及那隐士的强族势力队伍失踪，应该都是你们这些人所为的吧？武费结合最近古元天之中所发生的各大势力队伍失踪的事件，应该与这些黑影之人有什么关系？闻言，这位为首的黑影之人没有出声，而是在下一刻，黑影消失，直接出现在武费的身后1米的距离处。然后黑影之人的手中散发出一团诡异的黑气，直接对着武费的后背一掌拍下。不过武费将元气爆发到极致的状态，周围的一切事物动态他都会在第一时间感应到，所以在这关键的时刻，武费连头也没回的情况下，直接纵身一跃，闪过了黑影之人的攻击。这样的黑影之人竟然对着空气拍了过去。在他反应过来的时候，武费也早已发起了强大的进攻，天空中直接出现了一只巨大的巨脚，对其黑影之人愤怒的一脚踏下。这一招乃是武费的最强底牌，没想到一出手，他便施展出自己的最强底牌。或许他也知道这黑影之人不好对付，所以也不敢轻视对方的实力，能够以最强底牌对其发动攻击是最明确的选择。因为如果这一招最强底牌的攻势都无法击败对手的话，那么他也无法有者战意之心了。黑影之人望着上空急速而下的巨脚，在巨脚的周边之上的空间都被划出了一道道裂缝。巨大的声势令的所有人都是极为的震惊，特别是武神域的众人，他们都是知晓这一招是武费的最强底牌，
但是令他们都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领头人竟然在第一招就施展出了他最为强大的一击，能够让武费在第一招就使用最强一招。恐怕他所面对的对手极为的强大，是一位武费都没有把握的强大对手。在巨角只有1米距离的时候，黑影之人终于有了动作。只见他的周身散发出一团极为浓郁的黑气，将其包裹而下，然后开始原地旋转。片刻之间，随着黑气越来越浓郁起来后，一声暴喝之声在其中响彻而起，黑气直接缠绕在巨角之上，黑气之上散发出极为诡异的气息，很快就将整个巨角给蔓延而下。随着黑气的入侵之后，原本散发出惊人力量的巨角竟然开始萎靡了下来。整个诡异的黑气直接将武费的这最强底牌逐渐的瓦解开去，悬浮在空中，武费的眼神都是变得极为的震惊，因为他这一招最强底牌，就算是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的对手都需要避之锋芒，甚至同样对方也要施展出自身的一记底牌才能抗衡。可是自己的这一招底牌竟然在对方那诡异的黑气缠绕之下，竟然直接给瓦解开来，这是极为罕见的情况。巨大的诡异黑气出现的越来越多之后，在其中的巨角直接崩裂而去，化为星光点点消散，然后黑气也逐渐的缩小，幻化出一道黑影之人。在这道黑影之人抬头望向武费的瞬间，空间开始崩碎而去，似乎有一道看不见的攻势对着武费急速袭来，后者的眼瞳都开始急速的放大。很快一道剧痛从自己的腹部上传到大脑之上，一口鲜血直接从喉咙间喷射而出，腹部竟然直接被一道黑气凝聚的剑刃给刺穿了身躯，并且黑气没有消散的意思，直接开始蔓延武费的全身。一股极为难受的感觉令得他开始大喊，自身体内的元气竟然以极快的速度开始流失而去，而且自己的意志力也渐渐的开始不受控制一般。武神域的众人见到自己的领头人在施展出最强底牌的情况下，竟然还是败了，直接让得他们失去了一半的斗志。很快武神域的众人开始纷纷倒地，鲜血开始洒向这片地狱，所有的武神域弟子都难逃黑影之人进攻的诡异手段，数百位的队伍已经有着一大半的弟子伤不伤，死的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不到1个小时，整个武神域的队伍将会彻底的被全军覆没，因为这数十道的黑影之人实力基本都是最强主宰巅峰中阶和高阶级别，为首的那位黑影之人更是达到了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的级别，所以如此的底蕴，就算天渊域队伍遇见了都会觉得极为的棘手。怎么样，这个滋味好不好受？为首的黑影之人发出阴森的冷笑之声，对着空中被自己黑气所控制的武费说道。而武费没有理会黑影之人的话语，转头对着武神域的一众人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大喊道：快走！虽然武费随着众人喊道，但是他们想走都走不了，因为在他们的附近，这些诡异的黑气早已被这些黑影之人布下，基本没有人能够逃离出去，因为一旦触屏到这些诡异的黑气，都将会被黑气侵蚀他们的意志力，甚至连体内的元气都会内抽离出去。此时此刻，武神域的队伍也收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之感，这些黑影之人竟然如此的强大，连混元天排名第2的武神域队伍都败在了他们的手中。武费看着武神域的弟子一个个的倒在血泊之中，心中顿时有着撕心裂肺之感，但是他也无能为力，因为对方的实力实在太过强大了。难道真的我们武神域将会彻底的在此处陨落了吗？武费心中有些不甘，原本还想着联手其他队伍能够提高战斗力，可是还没联手就被这些强大的黑影之人给击败了。哈哈，你们武神域也不过如此，虽然比起其他各大诸天要强一点，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不管你们有多强，你们这些诸天生灵依旧是我们手里的亡魂而已。为首黑影之人开始大笑起来，似乎看到这些各大诸天势力的生灵都是极为的兴奋。你们这些邪灵之物竟然真的来到了古元天之中啊！今日我牧尘将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人。就在武神域绝望之际，数道黑影以为计划快要完成之际，一道洪亮的声音传入了所有人的耳朵之中。数道黑影的眼眸直接看向声音来源的方向，以及武神域的众人也是看了看不远处的天空中。在这些人他们有些疑惑的目光中升起时，渐渐的在面前的虚空中出现了数百道人影，而这数百道人影一道道身影显露出来，正是万寿天7大族之首的玄龙族。这玄龙族乃是归墟神殿中地龙古神的后裔，同时与祖龙有关。混元天乃是各大诸天中最强，但万寿天同样不可小觑，实力远非苍玄天、五行天可比，足以对乾坤天都能够产生一丝威胁，因为他们都是魔兽类，自身的修为天生都要比人类强大很多。而为首的一位身穿金白衣袍，手中握着一把大须弥圣柱，散发出可怕的世界之力，浩荡磅礴。牧尘在此，你们这些邪恶之灵还敢收我们诸天生灵为亡魂吗？一道沉稳的声音自人群之后传出，然后一位体型魁梧的男子缓缓走了出来，立于万寿天最前方的牧尘扫视了四周的战况，淡淡道：此前我便发现古元天之中有者邪灵之物已经混入之中，而且最近各大诸天势力队伍的失踪必定与这些邪灵之物有关系。结果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万寿天的队伍探索找到了一处地狱，在那里我们发现你们这些邪灵之物的踪迹，没想到还真的沿着线索找到了你们这些东西。邪灵之物，此言一出，武神域的众人皆是震惊失声。难道这些数道黑影是邪灵之物？而其余的黑影之人的身躯微微异动，那为首的黑影之人表现得极为的平静，因为他此时看到牧尘的身影之后，心中的一道愤怒顿时燃烧了起来。而远处的牧尘其锐利的目光也投向了为首的黑影之人上，嘴角也是微微一笑道：暗天魔帝，别来无恙啊！哦，不对，
应该现在称你为南冥古圣，圣族的7大古圣之一，排名第2的古圣。我们又见面了。随着牧尘此话一出，武神域的众人直接全身肌肉都开始紧绷起来，因为他们听到了圣族2字，这是令诸天中所有生灵都感到震撼的2字。圣族，南冥古圣，他不是在数万年前就消失了吗？怎么如今又出现了？这究竟发生了什么？武神域的众人发出惊骇的声音，他们无法相信这是事实。牧尘，上一次在天心界外围的咒海之中没有将你击杀，今日你倒好，竟然直接出现在本座面前，看来你真的不怕死吗？原来这些数十道黑影之中，为首的这道黑影之人，竟然便是圣族的7大古圣之一的南冥古圣。闻言，不远处的牧尘则是淡淡一笑，那一次的确很棘手，我都差点死在你的手里。不过我牧尘运气好，利用刚获得的第6座原始法身的原始力量将你击退，不然真的是凶多吉少了。没想到你在大千世界的时候，实力仅仅还只是圣品天至尊巅峰而已，来到天元界竟然其实力直接突飞猛进如此之多，还真是让我牧尘都是大开眼界啊。既然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那么也没有必要好隐藏的了，直接褪去黑影的皮囊，一道令牧尘以及武神域所有人都极为熟悉的面容浮现在大家的眼中。看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面孔，武神域众人的眼瞳都开始急速的收缩，此人竟然真的是数万年前圣族之中的南冥古圣。